Steel Dynamics 这个季度交出了一份很强的成绩单，但如果只看标题，很容易把增长质量想得比现有证据更扎实。公司报告的营收增速是 33.4%， 营收因此达到 60.9 亿美元。对公司整体销售来说，这次提升幅度确实不小。我对这个季度的基本判断也是正面的，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边界，现有数字没有提供足够细节，无法说明增长主要来自哪些产品、哪些客户。我们也不知道推动力是价格、地区还是实际使用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了规模，却还看不清构成。增长究竟是由业务各处共同推动，还是集中在少数活动上？目前不能下结论。这些推动因素以后能否重复，同样不能预设。投资者真正需要区分的是，强劲的报告增长当然应该重视，但要确认增长可以持续，还得知道它从哪里来，这些来源能否继续贡献，也需要后续证据。眼下证明的是动能，不是已经得到验证的持久性。把销售数字放在一起比较，这次变动有多大就很直观了。营收达到 60.9 亿美元，公司报告的增速为 33.4%， 这足以确认公司整体销售明显上升。但它仍然不能告诉我，增量究竟来自产品组合、客户需求、定价、地区表现，还是使用量。同期营业利润率为 11.5%， 反映公司这个季度计入全部营业费用后的整体营业盈利水平。这里没有提供可比的前期利润率，因此不能据此描述营业利润率正在形成什么趋势。经营现金流为 4.3 亿，说明公司在同一期间确实通过经营活动产生了现金。对应的较早期间，营收为 45.7 亿美元，因此销售增长既清楚，幅度也可观。现在缺少的仍是增长背后的组合。如果业务各处都有贡献，这份结果会更加稳固，它会比只依赖少数推动因素更有说服力。但目前证据能确认的是营收更高，当期具备营业盈利能力，而且经营活动带来了现金。增长的具体来源和持续能力仍然没有答案，后续财报需要把这部分构成披露得更清楚。到那时，我们才能判断这次增长的底盘到底有多宽。利润的改善让这次营收增长更有分量，净利润升至 5.3 亿美元，而对应的较早期间是 3.0 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公司在营收增加的同时，实际赚到的利润也大幅提高。仅凭这些数字，我们无法判断是哪一个业务分部带来了改善，具体是哪项经营因素在推动，同样无法确认。但公司整体结果很明确，摊薄每股收益也升至每股 3.69 美元，较早期间则为每股 2.01 美元。从每股口径看，股东看到的是同方向的提升，这并不能证明营收增长来自可持续的来源，它也不能告诉我们以后几个季度的盈利会是什么样子，但它至少说明这不是只有销售规模变大，利润却没有跟上的季度，两个可比的利润指标都明显走高。接下来真正要回答的是，改善由什么推动，又有多少能够重复出现？现有数据还不能说明各分部的经济表现，它也不能证明资产负债表有多稳健，或继续投入资本能获得怎样的回报。这些问题需要和报告盈利明显改善这个结论分开判断。这样看，既不会低估这个季度，也不会直接把一份好成绩单当成未来预测。经营活动能够产生现金，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季度简单看成销售故事的最直接理由。经营现金流为 4.3 亿美元，说明公司在当期经营中确实带回了现金。净利润达到 5.3 亿美元，高于对应较早期间的 3.0 亿美元。摊薄每股收益则升至每股 3.69 美元，较早期间为每股 2.01 美元。这些比较合在一起，呈现的是报告利润更强，同时经营活动直接产生现金的季度。需要谨慎的地方在于这些数字解决不了另外一些问题。单个期间的经营现金流不能证明公司的流动性或偿债能力，它也不能证明公司的债务承受空间。
公司长期为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，同样无法由这一个数字确认。利润数据也没有揭示是哪个分部或哪项经营因素推动了改善。所以，一份强劲的季度业绩和一个可持续的投资逻辑之间仍然存在距离。这段距离需要更多证据来填补。这个季度的经济成果很可观，但投资负担、分部表现、资产负债表状况以及改善能维持多久，都要单独验证。随着公司继续投入更多资本，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。管理层此前给出的指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比较基准。公司报告的摊薄每股收益为每股 3.69 美元，高于此前指引中值每股 3.53 美元。这里比较的是管理层自己在期末之前给出的参考值，它并不代表业绩超过了市场一致预期，也不能证明管理层长期拥有更强的预测能力。它也没有解释盈利为什么最终高于指引中值。即便有这些限制，这项比较仍然有意义。它让管理层此前给出的基准有了可以核对的结果，实际报告值确实高于那个基准。我的整体判断依然偏正面，营收大幅上升，可比利润指标改善，经营活动也产生了现金。这样的组合意味着不能把这个季度轻易归结为只有营收标题好看，但现有数据仍未说明改善是否来自广泛可重复的经营活动，也可能是来自范围较窄、可靠性较低的组合。投资者可以把它视为一份强劲的报告结果，却不应把它当作持久趋势已经得到证明。接下来几个季度需要看到增长继续存在，同时公司整体营业利润率不能明显恶化。只有这样，这张很有希望的季度快照才会逐渐变成更有说服力的连续表现。未来2个季度，先看公司报告的营收增长能否继续保持为正。目前的起点是 33.4%， 如果增长延续，就会支持销售趋势具备持续性的判断。如果重新转为收缩，这个判断就会被削弱。然后看公司整体营业利润率在接下来的季度能否保持稳定。目前的起点是 11.5%， 如果保持稳定，会支持当前整体营业盈利能力可以延续的判断。如果出现明显下降，这个判断就会减弱。本分析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